与其做好人，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。理解自身的阴暗，是对付他人阴暗一面的最好方法。他人对我们的了解，常常胜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。没经过激情炼狱的人，从来就没克服过激情。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。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，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。当爱支配一切时，权力就不存在了；当权力主宰一切时，爱就消失了。两者互为对方的影子。每件促使我们注意到他人的事，都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。在生命中最微不足道但有意义的事物，也比最伟大但无意义的事物更有价值。一个人感觉合脚的鞋，却会加痛另一个人的脚。适用于一切的生活处方，并不存在。人的任务就是意识到从潜意识中努力向上涌出的内容。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然地接受自己。创造不是来自智力，而是来自源于内在需要的游戏本能。创造性头脑与他所钟爱的对象玩耍。思想的动摇并非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，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徘徊。父母死气沉沉的生活，对周围人，特别是自己孩子的影响，是无与伦比的。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源于创造性幻想，那么我们没有权利轻视想象力。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，是在纯粹的自在的黑暗中点亮一盏灯。往外张望的人在做梦，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一生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学会接受自己。直到你让无意识成为意识，它才会指导你的生活，你称之为命运。任何让我们对他人感到恼火的事情，都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。你是你所做的，而不是你说你会做的。两个人格的相遇，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，如果有任何反应，两者都会发生变化。我不是被逼迫着去做那种人，我是我选择成为的人。提出正确的问题，已经是解决问题的一半。即使是幸福的生活，也不能没有一丝黑暗。幸福这个词如果没有，悲伤的平衡就会失去意义。如果一个人知道的比别人多，他就会变得孤独。我倦了，我的灵魂流浪得太久，在自己以外找寻自己。让正确的得以生存，让错误的死去，这是生活的艺术。事物本身不具意义，它们只是对我们才有意义。事物的意义是我们创造的，意义自古至今都是人为的，是我们创造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拥抱深度，我们如何拥有高度？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，有些在明，有些在暗，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，而不是光明。落在孩子肩上最重的担子，是父母未过的生活。与自己见面，是最不愉快的事情之一。天才和疯子有什么区别？疯子看到了，却不知道如何表达；天才可以将他所看到的转化为意识的语言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什么，这意味着你有一些东西要分享。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，活在别人的认为里，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，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。由于具有思考的能力，人便得以迈出了动物界。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决定着一切，而不是事物本身如何。思想的动摇并非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，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徘徊。在生命中，最微不足道但有意义的事物，也比最伟大但无意义的事物更有价值。孤独并不是来自身边无人，感到孤独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一个人无法与他人交流对其最要紧的感受。要对这残缺的世界保持耐性，也别高估自己的完美。对于任何事物，要改变它，就要先接受它。谴责不会解放，而只会压迫。生命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问题，都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，它们永远无法得到解决，只能被超越。你抗拒的东西会越来越坚挺。人最怕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，最后发现折腾和煎熬一辈子，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最后遗憾而终。人得学会扛起自己的责任，做事情要有担当，
这样可能得苦和难一辈子，但那也值得。余生能为自己而活的人，才是人生活得最通透的人。当然，不忘初心，以善而行，不为孤独所累，才能真正强大自己。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活法去活一次，毕竟考虑的人和事太多，完全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。人一旦学会了接纳，就会变得越来越柔和，无论接纳自己还是他人，最终受益的都是自己，获得的都是内心的平静与真实。或许每个人都有2次生命，一次为别人活，一次活给自己，往往第2次生命从40岁才开始。真正成功的人生，不在于成就的大小，而在于你是否努力的去实现自我，喊出自己的声音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我们不断邂逅戴着上千副面具的自己。谁要是学会了跟他的无力并存，那人就获益良多。只有那不理解黑暗的人，才会恐惧夜晚。通过理解你内在的黑暗、夜晚、玄秘，你会变得简单。一个人如果在被关注、被尊重的健康的氛围中成长，那么就会成为一个人格健康的人，能够以尊重的、友善的态度去对待他人。不管为自己还是为自己在意的人，生活都需要一定的仪式感，就像平凡的日子需要一缕阳光的照耀，生活才有奔头和希望。当潜意识被呈现，命运也就被改写了。你在愤怒中消耗着自己，你用舌头讲话，却伸出一把冷剑，讨论你的复仇之梦。遵照榜样而活的人啊，生命没有跟他们一起。若你们按照榜样而活，你们活的就是榜样的生命。如果你面前的道路非常清晰，你恐怕是在属于别人的路上。一种是勇敢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另一种是笃定，就算掉落又有何妨。接受自己便没有烦恼，稍微做一些努力和改变，就是惊喜。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，并不是使病人进入一种不可能的幸福状态，而是帮助他们树立一种面对苦难哲学式的耐心和坚定。只有撇开对外物的追求，才能达到灵魂的所在。若找不到灵魂，自己将陷入空虚的恐惧，而这恐惧将挥舞长鞭，驱使你绝望、盲目的追求空洞的事实。遗忘是一个常态过程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由于人注意力的转向，原来的思想观念便失去了特有的能量。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，要学习像太阳一样，只是发出光和热。每个人接收阳光的反应有所不同，有人觉得刺眼，有人觉得温暖，有人甚至躲开阳光。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宛如暗夜行路，要了解自己，就需要他人的力量。我们对他人的所有恼怒，都可以引导我们认识自己。我们的自由不在我们之外，而在我们之内。任何一种执迷或瘾都是不好的，无论这种瘾是酒、咖啡，还是理想主义。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。等待是一种能力，有了这个能力，你也就有了从容的心和看见真相的机会。儿童的教养源于成人的修为，而非说教。没有痛苦，就没有意识的唤醒。潜意识是未曾付诸文字的。人类洪荒时代时，不理解一个人，就往往会把他当成傻瓜。人需要困扰，困扰是心理健康的必须之物。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读书有道，下个影片见。